全村人都分到了肥沃的水田和果园，只有我家被大伯和村长联合做局，分到了村委那处常年恶臭、寸草不生的黑水沟。父母气得要拿刀去找大伯拼命，我拦住了他们。爸妈，别急，让他们先高兴高兴。直到2个月后，百年不遇的大旱降临，全村颗粒无收，而我那条恶臭的黑水沟里却喷涌出了源源不断的清冽甘泉。80年代末的夏天，空气里透着一股无声的燥热，李家村村委会的土院子里密密麻麻的挤满了人。今天是村里划片分产、分资留地的日子，对庄稼人来说，地就是命，是全家老小一年到头能不能吃上饱饭的指望。院子正中央摆着一张八仙桌，村长赵金水端着个掉漆的搪瓷茶缸，慢悠悠地吹着上面的茶叶沫子。坐在他旁边的是我大伯林大富。林大富今天穿了一件崭新的白衬衫，口袋里甚至还别着一支钢笔。他那张胖得流油的脸上，此刻正挂着一种悲天悯人又抑制不住得意的古怪笑容。大家都安静一下啊！经过村委这2天的仔细张量和开会讨论，这自留地的划分方案已经定下来了。我现在就给大家念念。院子里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伸长了脖子，眼巴巴地盯着那张纸。我爸林大强，一个老实巴交，在土里刨食了一辈子的汉子，此刻正紧张地搓着满是老茧的双手。他小声地对我妈说：“翠花，咱也不求分到最好的地，只要能有2亩靠着水渠的平地，咱一家3口累点苦点，日子总能过下去。”我妈点点头，双手紧紧地合十，像是在向老天爷祈祷。村东头那片120亩的连片水田，因为面积大，需要有经验、有能力的人来统一管理，所以分给林大富家。赵金水的话音刚落，人群里顿时发出了一阵倒吸凉气的声音。全村谁不知道，村东头那片水田是整个李家村最肥沃的高粱地，旱涝保收，土质黑亮的能捏出油来。往年那是大集体的命根子，现在居然全划给了林大富一个人。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赵金水又接着念道：“村南坡那片30亩的苹果园，目前正值挂果期，考虑到之前林大富同志对果园的悉心照料，也分给林大元家。”这怎么行？最肥的田和最赚钱的果园都给他了，我们分什么？人群立刻炸开了锅，几个脾气暴躁的年轻后生甚至撸起袖子就要往前冲。吵什么吵？反了你们了！然后那个想吗？这是村委根据各家劳动力和贡献综合评定的，谁有意见，谁去镇上告我去！林大富此时也站了起来，假惺惺地往下压了压手，做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乡亲们啊，我知道大家心里有气，但这大片的水田和果园那是需要本钱打理的，买化肥买农药哪样不要钱？村长这是看我这2年做点小买卖，手里有点活钱，才把这重担交给我，这哪是享福啊，这是替咱们全村人担风险啊！他这番指鹿为马、厚颜无耻的话，差点没让我听吐了。谁不知道他那点活钱，全都是这些年克扣村里统销农产品的差价摊下来的。但村民们虽然气愤，却畏惧赵金水的权势和林大富的手段，敢怒不敢言。接下来是林大强家。赵金水翻了一页纸，目光越过人群，死死地盯在了我爸的脸上，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冷笑。我爸猛地挺直了腰板，眼神里充满了希冀，甚至还带着一丝讨好的笑容，看着台上的大哥林大富。林大强一家3口劳动力不足，经过村委慎重考虑，将村委落凤坡下方的2亩荒地划分给林大强。此话一出，现场顿时陷入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用一种极其复杂的眼神看向我们一家，有同情，有怜悯，但更多的是一种还好不是落在我头上的庆幸和毫不掩饰的幸灾乐祸。我爸的笑容僵在了脸上，他的身体猛地晃了晃，像是一瞬间被抽干了所有的力气。村长，大富哥，落凤坡下面那不是地呀，那是黑水沟啊！全村人都知道那条黑水沟，那是整个李家村的毒瘤。因为地势低洼，常年积水，里面的水黑得像墨汁，散发着一股刺鼻的、让人闻了就头晕恶心的臭鸡蛋味。别说种庄稼了，连杂草都不长，周围全是坚硬的烂石头，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把这块地分给我们，就是要生生断了我们一家的活路。大强啊，你这话就不对了，那是咱们李家村的地，怎么就不是地了？当年老祖宗能在石头缝里开荒，你怎么就不行？你就是太懒了。你这是要逼死我们一家呀！那黑水沟连头牛进去都能臭死，你让我们怎么种地，怎么活呀？翠花，你少在这撒泼打滚！村委的决定也是你们能质疑的，咋的？想要好地呀？有本事自己去买啊！谁让你们家穷的叮当响，连个买化肥的钱都拿不出来？把好地给你们，那是糟蹋粮。你们欺人太甚！爸，送走！今天非得问问他赵金水，这村里还有没有王法了？
我爸的眼泪顺着满是沟壑的脸颊流下来，我看着眼前这群人，看着林大富眼里的阴毒，看着王翠柳脸上的刻薄，看着赵金水端着茶杯看好戏的丑态，甚至看着周围那些平时一口一个大强哥叫的亲热，此刻却纷纷往后退，生怕惹祸上身的村民。我的心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片极致的冰冷和一丝常人无法察觉的狂喜。他们不知道我是带着后世几十年的记忆穿越回来的。那条被全村人避之不及、恶臭扑鼻的黑水沟，其实是一处极其罕见的富含元素的顶级医疗温泉。那股刺鼻的臭鸡蛋味根本不是什么死水腐烂的味道，而是高纯度硫化氢和多种矿物质混合散发出的天然气味。只要挖开表层那几米厚的毒泥，下面涌出的将是能让全世界富豪疯狂的生命之泉。在后世，那块地被一个外来开发商以极低的价格骗走，最终建成了亚洲顶级的疗养圣地，市值破100亿。而李家村的村民连进去当个端茶倒水的服务员都不够资格，现在这块价值100亿的宝地竟然被他们像丢垃圾一样主动塞到了我的手里。我深吸了一口气，将眼底的狂喜压下去，换上了一副屈辱无助却又强忍着不敢发作的怯懦表情。大伯，我们认了，黑水沟就黑水沟吧，我们一家3口就算是去要饭，也不给您和村长添麻烦了。小天儿，你这是干啥？快起来！这是干啥呀，孩子？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哼，还是小天懂事儿。既然你们认了，那就赶紧把字儿签了吧。他向赵金水使了个眼色，赵金水立刻从桌子底下抽出另外一张纸，递到了我面前。我抬头一看，那根本不是什么分地协议，而是一份自愿放弃集体财产援助及断绝关系承诺书。上面的内容极其刺眼，林大强一家自愿接受黑水沟作为全部分配财产，日后无论生死病死、饿肚子缺粮，都与村集体无关，更不准以任何理由向林大富一家借钱借粮，一经签字，此生不复相见。这是什么意思？我爸看着那张纸，气得浑身哆嗦，指着林大富的鼻子大骂：你这是要我们死啊！我们可是一个爹妈生的亲兄弟啊！亲兄弟明算账。王翠柳双手叉腰，唾沫星子横飞。谁不知道你们家是个无底洞？今天把这破烂地分给你们，明天你们要是饿得没饭吃，还不得跑到我家门口来要饭？我告诉你，没门儿！今天你要是不签，连那黑水沟你们都别想分到。周围的村民看着这一幕，忍不住叹了口气，但依旧没人敢站出来说一句话。在这个年代，在这个偏远的山村，村长和村霸的联合就是绝对的王法。我签。我没有一丝犹豫，抓起桌上的劣质印泥，狠狠地按下了自己的手印。我爸妈绝望地瘫倒在地上，我站起身，小心翼翼地将那份属于我们家的地契以及那份充满屈辱的死契折好，贴身收进了胸前的口袋里。大伯，村长，字我签了，地归我们了。哈哈哈哈！好，爽快！小天啊，以后没饭吃的时候，千万别往大伯家跑啊！大伯家的大黄狗可是会咬人的。放心吧，大伯。我转过身扶起地上的爸妈，没有再多看他们一眼，在一片嘲笑和叹息声中挺直了脊背，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村委会的大院。你们先尽情地笑吧，等大旱降临，你们引以为傲的百亩水田变成一片龟裂的死地时，我会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绝望。那条你们弃之如敝弃的黑水沟，很快就会成为你们高攀不起的龙门。回家的路上，村民不停地指指点点，那些同情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父母身上。推开我们家那扇摇摇欲坠的破木门，院子里静悄悄的，墙角堆着几把生锈的农具。我爸一进屋就一头扎在了那张缺了条腿、用砖头垫着的八仙桌上，双手死死地抱着头，喉咙里发出野兽般压抑的呜咽声。大强，咱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我妈顺着门框滑坐在地上，捂着脸泣不成声。家里原本就没多少积蓄，现在分到了那块根本种不出东西的烂地，别说赚钱了，连明年的口粮都成了问题。看着痛苦的父母，我内心一顿翻涌。但我知道现在还不是和盘托出的时候，重生的事情太过骇人听闻。如果我现在告诉他们那片臭水沟底下是价值100亿的温泉，他们不仅不会信，恐怕还会以为我受刺激发疯了。我必须用事实说话。我走到我爸那张打着补丁的床铺前，掀开床板，从最里面的角落里摸出了一个用红布包着的铁皮盒子。小天儿，你干啥？我妈红着眼睛看着我，我当着他们的面解开红布，打开铁盒，里面是一叠有些泛黄的10元纸币，还有一些零碎的毛票。这是我爸妈从牙缝里省出来，准备留给我去县城上中专的学费，也是我们家最后的一点活命钱，加起来一共230块。爸妈，这钱我拿走了。小天儿，你疯了？那是你上学的钱，咱家现在就剩这点保命钱了，你拿去干啥？去借鸡生蛋。爸，你信我一次，那块落凤丁的黑水沟不是死地，是能让咱们家翻身的活眼。
这钱我拿去用，3天之内，我不仅让咱家吃上白面馒头，我还要让林大富跪着求咱们。我爸愣住了，他看着我，仿佛第一次认识自己的儿子。在他眼里，我一直是个老实本分，甚至有些木讷的农村娃。什么时候有过这种让人心惊肉跳的眼神和语气？大强，孩子这是气糊涂了啊！让他去，反正咱家都这样了，死马当活马医吧。小天儿，你要干啥就去干，天塌下来，爸给你顶着。有了我爸这句话，我不再犹豫，转身走出了家门。我徒步走了10几里山路，终于在天亮之前赶到了县城的建筑队。我找到建筑队那个满脸横肉的工头老李，直接把200块钱拍在了他面前的桌子上。原本面无表情的老李看到那叠钱，眼睛一下子亮了。李工，我要租你的挖掘机，连人带车，今晚干通宵。这钱是定金，干完活我再给你加50。小兄弟，看你是个农村娃，出手倒挺阔绰，干啥活要晚上干？挖个沟，就在我们李家村村尾，不能让村里人看见，所以得半夜悄悄进村。行，有钱不赚王八蛋。今晚12点，我亲自开那台香松过去找你。当天夜里，一轮惨白的月亮挂在树梢上，李家村的村民们早就进入了梦乡，只有村东头林大富的家里还亮着灯，隐隐传来喝酒划拳的喧闹声，那是他们在庆祝分到了全村最好的良田。而在村尾的落凤坡下，一台没有开大灯的黄色挖掘机像一头蛰伏的钢铁巨兽，悄无声息地停在了那片恶臭扑鼻的黑水沟前。我的个乖乖，这他娘的是什么味儿啊！小兄弟，你花大价钱半夜让我来这儿掏粪坑呢？李工，别问那么多，戴上口罩。从我划线的这个位置开始，往下挖，不管挖出什么烂泥石头，一直往下挖满3米深。老李嘟囔着骂了一句娘，但看在钱的份上，还是硬着头皮操纵起了操纵杆。轰隆隆，发动机沉闷的轰鸣声在空旷的落凤坡下响起。幸好这里离村子有一段距离，加上夜风呼啸，并没有惊动熟睡的村民。巨大的机械臂狠狠地扎进了那片黑色的淤泥中。随着第一斗烂泥被挖出来，一股比之前浓烈10倍的恶臭瞬间弥漫开来。躲在不远处的我爸妈被熏得连连干呕。造孽呀！这底下全都是毒水，怎么可能种庄稼？我没有理会，只是死死地盯着挖掘机的动作。挖，继续往下挖！我顶着恶臭大声冲老李喊道：1米、2米、2米半。随着挖掘机的深入，挖出的泥土开始发生了变化，原本漆黑如墨的淤泥逐渐变成了带有灰白斑点的粘土，而且那股刺鼻的臭鸡蛋味竟然开始不可思议地变淡了。小兄弟，不对劲儿啊！这底下的土太硬了，像是挖到岩石层了，这斗子都快铲不动了。快破碎锤，用力砸下去！我激动得浑身发抖，双眼放光。那是封闭层的最后一道屏障，钙化岩壳，只要砸碎它，底下的宝藏就会重见天日。老李咬了咬牙，换上破碎锤，对准坑底那层灰白色的硬壳猛地砸了下去。砰砰咔嚓，一声沉闷的碎裂声从地下传来，仿佛某种远古的封印被打破了。下一秒，让老李和我爸妈永生难忘的一幕发生了。原本干涸坚硬的坑底突然嘶的一声喷出一股白色的水汽，紧接着伴随着一阵咕噜噜的翻滚声，一股巨大的水流如同蛟龙出海一般冲破了岩层的束缚，猛地从地下喷涌而出。那水流极大，瞬间就将深坑填满了一半，并且还在源源不断的向外溢出。出水了！出水了！老李惊呼起来，我爸妈瞪大了眼睛，一股脑地冲到了坑边。借着挖掘机的微光，他们彻底呆住了。涌出来的水根本不是之前那种散发着恶臭的黑水，而是清澈见底，宛如琼浆玉液般的活水。更神奇的是，随着这股水流的涌出，空气中原本刺鼻的臭味竟然被一股温暖而清新的水汽彻底冲散。深秋寒凉的夜里，那水面上竟然蒸腾起了一层薄薄的白雾，带着一种淡淡的沁人心脾的微甜气息。我快步走到水边，毫不犹豫地用手捧起一捧水，水温大约在40度左右，温润如玉，触感极其柔滑。我凑到嘴边，轻轻喝了一口，入口甘甜，没有一丝杂质。咽下之后，喉咙里甚至泛起一丝微弱的清凉感，那是高浓度 C 元素和偏硅酸特有的口感。成了，我喃喃自语，眼眶微微发热。老天爷没有玩我，这的确是前世记载的那处极品温泉。在如今这个年代，国内连矿泉水的概念都还没有完全普及，更别提这种能治病养生的顶级医疗温泉了。这就是我逆天改命，将林大富和赵金水踩在脚下的终极底牌。这水怎么是热的？而且不臭了。老天爷显灵了，老天爷没绝咱们家的路啊！我深吸了一口气，转头看向村东头的方向。大伯，你千算万算，为了霸占良田，把我们一家逼上绝路。可你绝对想不到，你硬塞给我的这片臭水沟，是一座能买下几千个李家村的金山。我转过身，对还在驾驶室里发呆的老李喊道：李工，把周沟围的黑泥全给我清理干净，顺着这水脉
挖个蓄水池出来。今夜落凤坡洗尽铅华，明天好戏才刚刚开场。第二天早晨，落凤坡上的晨雾还没有散去，经过老李一整夜的奋战，一个长宽各10米、深2米的规整蓄水池已经在黑泥地的中央成型。那股地底喷涌而出的温泉水不仅填满了整个水池，还在边缘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溢流口，顺着干涸的沟渠流向远处的荒滩。小兄弟，活干完了。我老李挖了半辈子土，还真没见过这么邪门的事儿。臭泥沟底下居然藏着这么一口神仙水，吕公辛苦了，这事儿还请你帮我保密，就当什么都没看见。放心，我老李这人没别的优点，就是嘴严。以后有啥大工程，记得还找哥哥。送走老李，我爸妈还如同做梦一般，站在水池边，不停地用手捧着水喝，一边喝一边抹眼泪。爸妈，这水不仅能喝，还能卖大钱。家里那辆破3轮车还能骑吧？能骑是能骑，但小天儿，你打算把这水拉到哪儿去卖啊？镇上的井水都是免费的，谁会花钱买水喝？镇上没人买，我们就去县城。我没有多解释，找来2个大塑料白桶，用滚烫的泉水反复烫洗干净后，灌了满满2桶，用麻绳死死地绑在了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破3轮车上。我穿着那身洗得发白，膝盖上还打着2块大补丁的粗布衣服，蹬着沉重的3轮车，迎着刺骨的晨风向县城出发。整整30里的土路坑坑洼洼，等我登到县城最繁华的红星大街时，已经是日上3竿。我的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后背的衣服早就被汗水浸透，冷风一吹，冰凉刺骨。可我的心情却是激动无比。我的目标很明确，县委第1高级招待所，这是整个县城规格最高、装修最豪华的地方，专门用来接待省里下来的大领导和那些来投资的外商。我把3轮车停在招待所的后厨大门外，刚准备擦把汗，一个穿着笔挺灰色制服、梳着中分头的人影就从门里晃了出来。哟，我当是谁在咱们招待所门口要饭呢？这不是我那个分了黑水沟马上就要饿死的堂弟林小天吗？一个尖酸刻薄、充满戏谑的声音响起，我抬起头，眼神瞬间冷了下来。来人正是林大富的独生子，我的堂哥林浩。林大富为了让这个不学无术的儿子端上铁饭碗，花了不少钱托关系，才把他塞进这县委招待所的后厨，当了个采购员。昨天分地的时候，林浩虽然上班没回村，但他显然已经得到了消息。怎么着？黑水沟里的泥鳅没抓着，跑到县城来讨饭了？林小天，我早就跟你说过，你们一家就是穷鬼命，赶紧滚，别在这儿碍我的眼。今天招待所可是有贵客，要是冲撞了贵客……他一边说着，一边嫌恶地捂住鼻子，仿佛我身上带着什么瘟疫。我冷冷地看着他，没有动怒，只是拍了拍身后的2个大塑料桶。我不是来要饭的，我是来卖水的。麻烦你叫你们王经理出来。卖水？哈哈哈哈哈哈！林小天，你他妈是不是脑子被门挤了？你跑到全县最高级的招待所来卖水？你这桶里装的是什么？不会是你家那条黑水沟里的毒水吧？带着你的臭水赶紧滚！再不滚，我叫保安打断你的狗腿！就在他那一脚即将踹到水桶上的瞬间，后厨的大门被人猛地撞开，招待所的王经理满头大汗，脸色惨白地冲了出来。水，干净的、软性的矿泉水有没有？快去给我找！王经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对着后厨的人疯狂咆哮。林浩吓了一跳，赶紧收回脚，换上一副谄媚的笑脸迎了上去。王经理，您这是怎么了？咱们后厨有刚烧开的井水啊，还泡着上好的毛巾呢。放屁！省里来的大投资商史密斯先生因为水土不平，加上常年应酬胃溃疡犯了，疼得在床上打滚。咱们县的井水碱性太大，水质太硬，他喝了一口直接全吐了。现在外宾指明要喝无杂质的天然软水来缓解胃酸，找不来，咱们全得卷铺盖走人。林浩捂着脑袋，彻底傻眼了。这年代的县城连个超市都没有，去哪儿弄什么天然软性矿泉水？王经理，天然的软性弱碱水我有。我平静的声音在混乱的后院里显得格外清晰。王经理猛地转过头，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死死盯着我。但当他看清我打满补丁的衣服和那辆破3轮车时，眼里的希望瞬间破灭了。李小天，你他妈想死是不是？王经理，您别听这个乡巴佬胡说八道，他就是个要饭的。他桶里装的是我们村死水沟里的臭水，有毒的，外宾喝了要是出了人命，咱们谁也担不起。臭水？保安呢？把他给我轰走！王经理，是不是臭水？您自己打开闻闻不就知道了。我不退反进，直接掀开了其中一个塑料桶的密封盖，一股肉眼可见的白色温热水汽瞬间从桶口升腾而起。
在这深秋的清晨，这股带着淡淡甘甜与清新矿物质气息的水汽，瞬间驱散了后院原本混杂着的油烟味，没有任何刺鼻的味道，只有一种让人闻了瞬间精神一振的纯净感。王经理愣住了。他抽动了一下鼻子，半信半疑地走上前，从旁边抓起一个干净的玻璃杯，小心翼翼地从桶里舀出半杯水。水质清澈透明，在阳光下泛着微微的蓝光。王经理举起杯子迟疑了一下，然后猛地灌进嘴里。下一秒，他的双眼猛地瞪圆了，脸上的表情从震惊、难以置信瞬间转变为狂喜。这水入口极其柔滑，带着一丝天然的甘甜。咽下之后，常年抽烟喝酒导致的干涩喉咙，仿佛被一双温柔的手抚慰过，说不出的舒泰。好水！这绝对是极品好水！王经理激动的连声音都在发抖，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力气大得惊人。小兄弟，你这水是从哪儿弄来的？还有多少？天然地热山泉，干净无污染，富含锶元素，专治胃酸和水土不服。目前就这2桶，您要不要先给外宾送去试试？送，立刻送！还不快拿最好的紫砂壶来装水？磨蹭什么？林浩像个木偶一样，僵硬地跑进后厨，拿出一个名贵的紫砂壶。他看着那清澈的泉水，脑子里一片空白，怎么也想不明白，我家那条连狗都不喝的黑水沟里，怎么可能弄出这种神仙水？10分钟后，王经理红光满面，满头大汗地从前面的贵宾楼一路狂奔回后院，手里还紧紧攥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牛皮纸信封。他冲到我面前，一把紧紧握住我的双手，那态度简直比见了亲爹还亲热。神了，小兄弟，你这水简直神了！史密斯先生喝了你的水，连喝了3大杯，不仅没吐，胃痛当场就缓解了。他现在精神好的不得了，刚才已经答应在咱们县投资建厂了，县领导高兴疯了。林浩站在一旁，脸色瞬间变得比纸还白，他双腿有些发软，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这不可能，他一个穷光蛋，怎么可能有这种好东西？林浩嘴唇哆嗦着，喃喃自语。王经理根本没空搭理他，直接把那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塞进我怀里。小兄弟，这是史密斯先生个人给你的感谢费，里面是1000块钱，外加县委招待所的特别采购款500块。从今天起，你这种山泉水，咱们招待所全包了。1500块，在这个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只有几十块钱的年代，1500块绝对是一笔足以在县城买下一套小院子的巨款。我掂量着手里沉甸甸的信封，只是平静地点了点头。可以，但这水的产量极低，而且开采困难。从明天起，水价变了。多少钱？你尽管开价。10块钱。10块钱1桶，没问题，太便宜了。王经理一口答应，我冷冷地摇了摇头，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弧度。不，是10块钱1升。全场死寂，林浩倒吸了一口凉气，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林小天，你疯了！10块钱1升，你怎么不去抢银行？闭嘴！这里轮得到你说话吗？王经理反手一巴掌抽在林浩的脸上，打得他一个趔趄。王经理转过头，毫不犹豫地握住我的手。10块就10块，每天给我送100升过来。我抽回手，将信封贴身放好。韩哥，多谢你的关照。你回去告诉大伯，他硬塞给我的那条黑水沟，我不仅活下来了，我还要用它买下你们全家的命。破旧的3轮车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我在林浩惊恐的目光中蹬着车扬长而去。这仅仅是个开始。我带着那1500块巨款回到村里时，已经是傍晚。推开家门，我爸正蹲在院子里，一口接一口地抽着闷烟。我妈则在灶台前掉眼泪，锅里煮着稀得能照出人影的棒子面粥。爸妈，我回来了。我走过去，将大门死死逮上，然后拉着他们进了屋，关紧了窗户。在两老疑惑的目光中，我把怀里那个鼓鼓囊囊的牛皮纸信封掏出来，直接倒在了那张破八仙桌上。一叠叠崭新的大团结钞票，如同小山一样堆在了桌面上，散发着诱人的油墨香气。小天儿，你这是抢银行了，这可是杀头的死罪啊！赶紧去自首，妈去替你顶罪。妈，你想哪儿去了？我赶紧把他扶起来，将今天在县委招待所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听完我的讲述，我爸妈呆若木鸡，足足过了半个多小时才缓过神来。我爸颤抖着手，抚摸着那些钱，老泪纵横。祖宗保佑，林大富做梦也想不到，他逼着咱们要的这块死地，竟然是一口聚宝盆啊！爸，这只是个开始，但我卖水的消息很快就会传回村里。林大富和赵金水那帮人要是知道咱们发了财，绝对会像疯狗一样扑上来咬人，所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
把咱们的地盘彻底焊死。第二天一早，我连县城都没去，而是直接拿着钱去了临镇，以极高的工价雇了一支完全不认识我们李家村的专业施工队，整整3大卡车的红砖、水泥、钢筋，还有成捆的带磁铁丝网，浩浩荡荡的开进了落凤坡。全村人都被这阵仗惊动了。林大富背着手，挺着个大肚子，带着一群狗腿子晃晃悠悠的来到黑水沟前，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指挥工人卸砖的我。哟，小天啊，你这是受刺激太大，彻底疯了吧？怎么着？知道这黑水沟种不出庄稼，打算在臭泥塘里盖个龙王庙求雨啊？大田家这小子真是魔怔了，借高利贷买砖头往臭水沟里填，这不是败家吗？估计是被分家这事儿逼疯了，可怜哟。大伯，昨天县里卫生局的人路过，说这水沟里的臭气有毒，会污染环境，强行勒令我必须用3米高的围墙封死，不然就要抓我去坐牢。我是借了高利贷才买的这些砖啊！听到抓去坐牢和高利贷，村民们吓得纷纷后退，生怕沾染上煤气。唉，我就说嘛，穷鬼就是穷鬼，连个臭水沟都守不住。那你慢慢盖吧，大伯地里还忙着呢。我那100多亩水田马上就要抽穗了，今年可是个大丰收啊！他大笑着转身离去，连看都懒得多看一眼。我看着他的背影，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冷笑。笑吧，你现在笑得有多开心，以后哭的就有多惨。在金钱的开导下，施工队只用了不到5天时间，就在落凤坡这片2亩地的周围建起了一圈高达3米的坚固红砖围墙。围墙顶部不仅插满了锋利的碎玻璃，我还特意让人拉上了2圈高压电网。唯一的大门是一扇厚重无比的实心大铁门，上面挂着2把拳头大小的金刚大锁。这片原本恶臭熏天、人人避之不及的黑水沟，彻底变成了一座固若金汤的私人堡垒。围墙建好后，我每天夜里悄悄用水泵将清澈的温泉水抽进大塑料桶，第二天一早再用雇来的带篷布的小货车神不知鬼不觉地运到县城招待所。每天100升一天就是1000块钱的净收入。短短2个月的时间，我手里已经悄无声息地积累了整整6万块钱的巨款。在这个万元户都极其罕见的年代，这笔钱足以在省城买下2套大平层。而与此同时，一场百年不遇的巨大灾难正在悄然逼近李家村。进入6月后，老天爷仿佛突然被关上了水闸，整整2个月，李家村滴雨未下。刚开始，大家还能靠着村里的2口老井和村东头的那条小河沟勉强灌溉，但随着气温越来越高，小河沟彻底断流了，连河床底下的淤泥都干成了坚硬的龟裂块，村里的老井也见底了，打上来的全是浑浊的黄泥水。恐慌开始在整个李家村蔓延，最绝望的莫过于林大富，他为了独吞那1000多亩最肥沃的水田，不仅把家底全掏空了，还利用村长的名义在镇信用社贷了一大笔款，全部换成了最贵的化肥和种子。现在正是水稻最需要水的抽穗期，烈日下，林大富站在他那片枯黄一片的水田边，整个人剧烈的颤抖。哪有水呀、老天爷，你这是要逼死我啊！林大富一屁股瘫坐在滚烫的田埂上，双手绝望地抓着干裂的土块，发出了杀猪般的哀嚎。如果这片水田绝收，他不仅血本无归，还要背上巨额的贷款。就在这时，一个灰头土脸像丧家之犬一样的人影跌跌撞撞地从村口跑了过来，是林浩。爸，我被开除了，经理让我滚蛋了。哭丧呢你！老子都快破产了，你又惹什么祸了？是林天那个王八蛋，他在县城卖水卖10块钱一升，他跟招待所的经理勾搭上了，故意找借口把我给开了。爸，林小天不发大财了啊？他每天用车拉水去县城，一天能赚1000多块钱啊！你说什么？卖水？他哪来的水？咱们全村都快渴死了，他哪来的水卖？就在落凤坡，就在他家那个黑水沟里，我亲眼看见的，他的车就是从那儿拉出来的。林大富的眼珠子瞬间红了，像一头被逼上绝路的饿狼。水，现在谁手里有水，谁就是李家村的活神仙。林大富状若疯魔地挥舞着双臂，嘶吼声在干旱的田野上空回荡。快去把村长叫来，敲大钟，把全村人都给我叫上。那是咱们李家村的地，水也是咱们李家村的水，凭什么他李小天一个人发财？走，给我去砸了他的门，把水抢回来！半个小时后，在林大富和村长赵金水的极力煽动下，上百个因为干旱而红了眼的村民，拿着锄头、铁锹、扁担，浩浩荡荡地包围了落凤坡。他们原本以为会闻到那股熟悉的恶臭，但当他们站在那堵3米高的红砖高墙外时，却只闻到了一股透过门缝飘出来的、带着淡淡甘甜的清新水汽。而在铁门旁边，原本光秃秃的墙面上，不知何时被用红漆写上了几个龙飞凤舞的大字：李氏神泉水厂，私人领地，禁止入内。林小天儿，你个畜生，
给我滚出来！开门，赶紧开门！你把咱们村的水源据为己有，你这是投机倒把，是挖村民的墙角。小天啊，你大伯的地都快旱死了，全村人都指望着那点粮食活命呢。你赶紧把门打开，让大家抽点水救救急吧。就是啊，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你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们饿死啊！村民们开始在外面道德绑架，一个个义愤填膺，仿佛我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死罪。可大铁门内静悄悄的，没有一丝声响。林大富等得不耐烦了，他转头对身后的几个年轻后生吼道：“还愣着干什么？这小子肯定是在里面做贼心虚，不敢开门。给我砸，把这破门给我拆了，里面的水大家随便用。”几个年轻村民闻言，举起手里的锄头和铁锹，就要往大铁门上砸去。嘎吱！就在锄头即将落下的瞬间，厚重的大铁门发出刺耳的摩擦声，从里面缓缓向内打开了一条缝。我穿着一件干净的白衬衫，双手插在裤兜里，平静地站在铁门后。透过铁门打开的缝隙，村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围墙里面的景象。没有黑泥，没有臭水，只有一个巨大的铺着瓷砖的蓄水池，清澈见底的泉水正在里面翻滚。在阳光的照射下，那简直就是一池液体的黄金。水，真的是水！林大富的眼睛都直了，贪婪的口水顺着嘴角流了下来，他下意识的就要往门里冲。大伯，脚下留神！我冷冷的开口，声音不大，却像冰水一样浇在了林大富的头上。我缓缓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整整齐齐的纸，在所有人面前展开。那是2个月前在村委会的院子里，林大富逼着我签下的那份断绝关系承诺书，上面鲜红的手印在阳光下格外刺眼。大家看清楚了，这是白纸黑字，村里盖了公章的。2个月前，你们把这块没人要的臭水沟塞给我，逼我签下死契，上面写的清清楚楚，这块地是我的全部分配财产，日后我林小天无论饿死何死，都与李家村无关。既然生死两清，这地底下的水自然也是我林小天一个人的私人财产。所以我想请问大伯，你的水田旱死了，关我屁事？你个小畜生，你敢拿这破纸来压我？老子今天就是来抢水的，你一个人还能拦得住我们全村100多号人？给我上，把这小子绑起来，谁敢拦着就打死谁！对，冲进去抢水，他一个人算个屁！法不责众，砸！在生存的巨大诱惑下，村民们眼底的人性彻底泯灭了。他们像一群失去理智的丧尸，嘶吼着朝我扑来。看着这群丑态百出的暴徒，我连退都没退一步，只是淡淡的抬起手，按下了藏在铁门内侧的一个红色按钮。滋滋滋！刹那间，一阵令人头皮发麻的强电流声骤然响起。原本攀附在围墙和大铁门边缘的带磁铁丝网，瞬间爆发出幽蓝色的电火花。冲在最前面的2个年轻后生，手里的铁锹刚碰到大铁门，便啊的惨叫一声，整个人像被大锤砸中一样，浑身抽搐着，直挺挺地倒飞了出去，重重地摔在10几米外的尘土里，口吐白沫，人事不知。刚才还气势汹汹的人群，瞬间像炸了锅的蚂蚁一样，尖叫着，连滚带爬地往后退出了几10米远。林大富跑得太急，一脚踩在烂泥里，直接摔了个狗吃屎，门牙都磕断了半截。电网，他拉了高压电网！杀人了！李小天杀人了！人群中爆发出惊恐的尖叫。我站在铁门后，眼神冷漠如冰，仿佛在看一群蝼蚁。我刚才说过了，我的声音穿透了所有的喧闹，清晰地传进每个人的耳朵里。私人领地，禁止入内。我看着瘫在地上面如死灰、浑身发抖的林大富，居高临下地宣判了他的死刑。大伯，你的水田就等着绝收破产吧，这就是你当初逼我们家的报应。砰！大铁门在他们绝望的目光中被我重重的关上，将他们所有的贪婪和生路彻底隔绝在外。接下来的半个月，老天爷就像是彻底忘记了李家村的存在。毒辣的太阳每天尽职尽责地将大地炙烤得如同炼狱。那天在铁门外，那2个被电网击飞的年轻后生，虽然没受致命伤，但在床上躺了3天才能下地。这一下彻底震慑住了所有被逼急的村民，没有人再敢来砸门抢水。但大自然残酷的惩罚才刚刚降临到林大富的头上，他那100多亩原本承载着发财美梦的水田，在持续的干旱和高温下，彻底变成了一片枯黄的坟场。水稻的茎秆干瘪脆弱，用手一捏就碎成了粉末。风一吹，整片田野发出沙沙的死亡悲鸣，彻彻底底的绝收了。林大富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每天坐在干涸的田埂上，看着那片死地发呆。他的头发在短短半个月里白了一大半，原本胖得流油的身体也迅速干瘪下去，像个被抽干了精气的活鬼。大富啊，信用社的人又来催债了，说是再不还钱就要来封咱们家的房子，还要把你抓去坐牢啊！王翠柳跌跌撞撞地跑到田边，哭天抢地地哀嚎着，早没了当初分家时那副尖酸刻薄的得意嘴脸。你赶紧想想办法啊！咱
咱们家连买棒子面的钱都没了。想办法？我能想什么办法？林大富猛地从地上窜起来，一巴掌狠狠扇在王翠柳脸上。老子现在连一滴水都弄不来，都怪你这个丧门星！当初要不是你非要撺掇我把那黑水沟分给老二一家，咱们现在至于落到这个地步吗？你现在怪起我来了。当初抢好地的时候，你笑得比谁都欢。现在怎么办？难道咱们真要去要饭吗？就在林大富一家陷入绝望深渊的时候，村口突然传来了一阵汽车喇叭声，3辆黑色的桑塔纳轿车缓缓驶入了李家村。在这个年代，能坐得上小轿车的，绝对是县里乃至市里的顶天大人物。村民们纷纷从家里探出头来，敬畏地看着这支车队。车队在村委会门口停下，几个穿着笔挺白衬衫、干部模样的人从车上走了下来，为首的正是县里的李副县长。而跟在他身后的，除了几个招商局的领导，竟然还有一个金发碧眼、西装革履的外国人，正是那个被我的神泉水治好了胃病的华尔街投资大鳄史密斯先生。赵金水眼尖，一眼就认出了县领导的车牌，他激动的浑身发抖，连滚带爬的迎了上去，点头哈腰的谄媚道：“李县长，您怎么亲自来咱们这穷山沟了？来，里面请，里面请。”林大富听到动静也赶了过来，他就像溺水的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眼睛猛地一亮：“县长您来的正好啊！您要为我们李家村做主啊！我们村有个叫李小天的恶霸，他抢占了咱们村唯一的水源。现在大旱，他不仅见死不救，还在水周围拉了4星电网，差点把咱们村的人电死。他这是草菅人命、投机倒把！你快派警察把他抓起来，把水还给咱们村啊！”是啊，李县长，这个林小天简直目无王法，他仗着手里有水，在村里作威作福。还请县领导严惩这种害群之马。在他们看来，县领导亲自下乡，还带着外宾，肯定是为了考察民情。只要他们把林小天定性为村霸，破坏集体利益，不仅能借县里的手除掉这个眼中钉，还能名正言顺地把那片神泉夺回来。李副县长皱了皱眉头：“你说的林小天，是不是住在村尾落凤坡？”“对，就是他，他就在那儿建了个什么破水厂。”“胡闹！李小天同志是我们县重点保护的杰出青年企业家，他发现的天然医疗温泉已经通过了省地质局和国际最高标准的双重检测。史密斯先生这次来就是专门为了李小天同志的泉水来的。他们跨国集团准备在你们落凤坡首期投资1000万美金，建立全亚洲顶级的磁泉医疗度假村。”这句话就像一颗原子弹，在李家村的上空轰然炸响。林大富和赵金水的脑子里嗡的一声彻底懵了。1000万美金？他们这辈子连1万块钱人民币都没见过，1000万美金，那是一个足以把整个李家村买下来翻建10遍的恐怖数字。不可能！林大富瘫坐在地上，那明明是我们村的地，那水应该归村集体所有，对，归村里所有。他像疯了一样想要抓住最后一点翻盘的希望。归村里所有。一个冰冷而充满嘲讽的声音从人群后方传来。我穿着一身得体的休闲装，身边跟着县委招待所的王经理，不急不缓地分开了人群。大伯，你是不是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了？我慢条斯理地从怀里掏出那张盖着大红公章的断绝关系承诺书，直接甩在了他的脸上。2个月前，可是你和村长亲自逼我签了这死契，把你们眼里那块废地强塞给我，还声明这块地就是我的全部分配财产。日后生死都与村集体无关。县里的土地局已经根据这份协议为我办理了那2亩地的绝对私人产证。村长，你亲自盖的章，不会不认账吧？我转头看向脸色已经变成猪肝色的赵金水。赵金水双腿一软，差点跪在地上。他知道自己彻底完了。李副县长冷哼了一声，看了一眼那份协议，语气严厉：“简直是胡作非为，利用职权欺压村民。赵金水，你的问题县纪委很快就会来找你调查。”史密斯先生虽然听不懂中文，但通过翻译也明白了大概。他走上前，热情地拥抱了我一下，用生硬的中文说道：“林，我的朋友，你的水是上帝的恩赐，我们的合作一定会震惊世界。”我笑着和他握了握手。乡亲们，度假村马上就要动工，我林小天在这里表个态，为了回报家乡，度假村建成后优先高薪雇佣咱们李家村的村民。此话一出，人群中顿时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欢呼声。那些原本因为干旱而绝望的村民，仿佛看到了天降的财神爷。但我猛地抬起手，压下了众人的欢呼。我的眼神如刀锋般扫过地上的林大富一家，以及赵金水和林浩等人，冷冷地补充了下半句：但是，当年参与霸占我家良田的，今天跟着林大富来砸我大门的，有一个算一个。我林小天的度假村永不录用。不仅如此，未来度假村的征地扩建，你们的土地我1分钱都不会要，你们就在那片旱死的地里
守着你们的贪婪过一辈子吧。林大富听到这句话，喉咙里发出一声如同破风箱般的嘶吼，他双眼翻白，一口鲜血猛地从嘴里喷了出来，直挺挺地昏死在了满是黄土的地面上。王翠柳和林浩扑在他身上，发出了绝望的嚎啕大哭，但我内心没有丝毫的怜悯，善恶到头终有报，我不过是做了一回推动命运齿轮的手。2年后，李家村已经彻底变了模样，一条宽阔的柏油马路直通村尾，曾经那片恶臭熏天的落凤坡，如今矗立着一座极其奢华，宛如宫殿般的极乐地热医疗度假村。每天数不清的顶级豪车在这里进进出出，那些身价过亿的富豪们，为了能在这里泡上一次多温泉，甚至需要提前半年预约。我坐在度假村顶层全景落地窗的董事长办公室里，手里端着一杯价值不菲的红酒，俯瞰着脚下这片属于我的商业帝国。我的父母穿着名贵的唐装，正满脸笑容的在度假村的私家花园里逗弄着新买的纯种金毛犬，他们再也不用为了几毛钱去土里刨食，彻底过上了颐养天年的日子。这时，我的秘书走了进来。林总，这是下个月的财务报表。另外，下面安保部的主管汇报说，那个叫林浩的清洁工今天又因为偷吃客人的剩饭被投诉了，您看怎么处理？我微微晃动着酒杯，脑海中浮现出林浩如今的模样。由于林大富中风瘫痪，家里欠下巨额贷款，房子被法院强制执行。走投无路的林浩为了混口饭吃，每天只能跪在度假村的后门，求施舍一份掏旱厕和清理下水道的最底层工作，每个月拿着最低廉的工资，扣他半个月工资，让他去清理化粪池。好的，林总。秘书恭敬地退了出去。我转过身，看着落地窗外灿烂的阳光，曾经那条黑水沟里的泥泞早已经被时间冲刷得一干二净，而我站在这百亿神拳的巅峰，成为了这场残酷命运游戏中唯一的知其人。